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频道，我是你的地产一哥。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最 real 的地产人 Peter。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两个站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带你们来看看我们的 country。The Country 可能大家不知道南加 The Country 在哪里。The Country 坐落于南加一个非常富饶的城市 Diamond Bar， 在坐落于 Diamond Bar 这个区域的核心片区的富人小区。这个小区是富豪云集，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到 The Country 里面来看一下这套非常独一无二的法式古堡型住宅。那对古堡生活有兴趣的各位，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关注一波。那不疑有他，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Let's go。9房6卫，12640尺，占地2.5英亩，24小时警卫社区，千万级的豪宅，100万入手，你心动吗？French Chateau Architecture 也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法式古堡，它讲究的比较随性，比较自由。但是这里面还隐藏了另外一种 architecture style 是什么呢？是乔治亚，我们的 Georgian 讲究的东西跟这个 French 不太一样，它讲究的一些用料的这个食材，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地上的这是蛮特殊的一个食材，颜色漂亮之外，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名叫做鱼肚白。那同时它也讲究这个线角、大气，还有各方面的这个尺度，还有这个对称关系。中间的话，我们数字的关系也很重要哦，3、4，在这个房子里面不停的会一直出现。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旁边这个，它叫做这个四季女神，在我们中间总会有4座，眼睛里的你待会可以看得到。我们看一下我们上面的这个天井的部分，大家看到它这个数字有没有看到已经有4开始出现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房子。好，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会客室，大家首先映入眼帘是不是就是我们的 fireplace 呢？我们这个 fireplace 在我们巷子的这个一模一样的，在这房间有6个，每个用的食材跟设计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边稍微聊一下，就是我们的鱼肚白，也是刚刚讲过的，跟我们外面的前廊是一模一样的哦。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所有的摆设、家具，还有包括墙上到处壁壁可见的这个artwork， 跟 museum 是不是让你觉得很像呢？也就是我们的美术馆，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霸道总裁的私人空间，超大的办公室，整屋定制的书柜，满满的高级感，红木的吊顶，还有一个 secret room， 你猜到在哪里了吗？在这里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变身成为丁俊晖的感觉呢？超高的顶，超高的 ceiling， 无敌的风景，大型的功能区，这里满足了你对一个豪宅所有的幻想。你喜不喜欢啊？我反正很喜欢。酒不醉人人之醉是一种说法，更是在这个古堡的建筑里面的一种状态。讲到古堡，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吧台这边是不是有个很奇怪的几何形状？你注意到了吗？它是个八角形。那八角形在这个法式建筑里面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跟它的这古堡的这个几何形状是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在这个房子里面有许多的八角形哦，听说几个8就发几次。Cheers。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房子的核心区，整个房子的灵魂——客厅。首先，映入我们是这个超大的壁炉，看了它的食材，看了它的质地，整个诠释2个字：完美。再往下看，你可能认为它是一条普通的地毯，但是我如果告诉你它是这纯手工的波斯地毯，现在售价差不多会到3万到4万美金，你会怎么想呢？整个房子它都呈现着一种另类的格调和主人对生活的向往。
另外看到我的左右两边是2座4具女神，她在守护着你，呵护着你，也保护着这个美丽的家。豪宅如果只是单单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大家稍微看一下，我们刚刚讲到乔治亚风格，我们讲的是对称，这个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是不是让你有一种很工整的感觉呢？除此之外，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有一个30尺通高的一个这个空间，感觉在里面的空间是不是氛围就不太一样呢？让你有很贵气、很豪华的感觉。稍微看一下它的这个构件，像不像一只强而有力的手守护着你的财富呢？啊，这个空间也太棒了吧！你敢想象这是这个房子的早餐厅吗？看看这个风景，左边、右边，想象一下你在这边吃早餐，你的心情会有多么的愉悦每天。Built-in refrigerator， 各种的烤箱，还有我们6个炉头的这个cooking range， 是不是能够让美食家的你满足一下你的厨神梦呢？身为厨神，没有人生的风景，真的好吗？古典与古典的融合，整套 Magic Carson 的 Dining Table Set 有没有让你惊艳到呢？从细节到品质，这个房子给你诠释着每一点点的用心和诠释着主人的对生活的热爱。我们来到2楼的主卧，进门你就看到超大的空间，双层的 molding， 在我的左手边是超大的一个壁炉，整个空间感充满着舒适和安逸，也代表着主人对生活的向往。整个主卧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一个超大的露台，一览众山小，纵享整个环抱山坳的一个景色，让你带走所有冬天的遗憾。豪宅在走，前厅要有。开玩笑了哈，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理空间是什么地方？是一个 sitting room。sitting room 在我们豪宅设计的这个理念里面是个很重要的空间。怎么样的重要法？我们的这个主卧里面是让你休息睡觉的空间，但休息之前的话，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前厅，有时候可以稍微 relax 一下，看看电视，喝喝小红酒，对不对？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设计。那你不要看我们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 sitting room， 它里面的设计可是一点都不含糊，古堡里面的东西一样都不少。看看我们的大火炉，看看我们上面的线脚，以及上面线脚这些灯，还有这些吊顶，都是非常好的设计哦。货真价实的食材感受到了没有？透过荧幕，你应该可以看到这边带粉撒的这种食材，跟我们所有厕所的 vanity， 还有马上要这个看到的这个洗澡的地方，都是配在一起的哦。再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这个法式的古堡建筑，除了有这种不同的浪漫之外，我们刚刚讲到的几何形状，你在这边看到几个八角形呢？除了我们大的雪罗利尔之外，还有我们这些小的这些吊灯上面，其实都是很多八角，发。那我们在洗澡的时候，看着外面的景色，这种的这个法式浪漫化，是不是你也可以来体会一下呢？我们一起去看外面的大露台吧。不开玩笑，在这边真的有一种美术馆的错觉。你看看这样的一个高度，它可不是一个房间，它是一个走道，相信吗？它除了这个高度之外，上面这种设计都是按照经典的 architecture 来设计的。在我左手边是我们的一个小的卧房，也不小。在右手边是我们的这个棋牌室，肯定它的红木家具也是一件少不了。可是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又出现了我们所熟悉的几何的图像呢？同样是八角形，它的大小、尺寸、建筑语汇是不是都迥然不同呢？同时，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吊顶上面4与4的这个语汇，是不是就再度出现了？这块的话，就跟我们刚刚所看到这个外面的天井是一样的这种呼应。在这样子的古堡，在这样子的一个豪宅里面，总是要有一些呼应的元素存在，你说是不是呢？
在我身后的这一块呢，是我们的次主卧。在这个次主卧里面，它有2个通透的阳台。这个阳台它本身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 Juliet Balcony。那你不要怀疑，Juliet 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的朱丽叶，是不是让你感觉很浪漫呢？明明是2层，为什么要中间又整一个这样的一个半层的楼梯呢？这个在我们建筑的设计一般叫做 mezzanine floor。那在2层，所谓的2层里面，我们这边看到的主卧、次主卧2个很像主卧的次卧，还有一个棋牌室。那When it comes to 我们的次主卧，它不是只是次主卧的概念而已，它根本就是一个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主卧，有自己的2个阳台，有自己的这个化妆间，然后有自己的 walk-in closet， 还有这个公主班一般的这个洗澡空间，还有什么？还有它的自己的 white bar， 这个很了不起。那跟主卧一般不太一样的话，它有自己的室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宴客空间哈，设置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空间，非常深的一个露台。上面还有避雨的空间，啊，这样的一个 Juliet 的 balcony，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边大家看到，真材实料，又是我们的电梯啊！我们电梯可不是跟你开玩笑的，1到4层楼通透，我们你到下面一个神秘的空间。哇哦，nice， 这个空间是不是很棒？太牛了！是啊，你看，冲浪泳池 Jacuzzi， 24小时恒温106度。那这个底度？84度。Good question 哦。Nice。84度室内泳池，豪华豪宅标配。OK， 再加上你看这个整体的这个空间的这个感觉和整体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氛围，是不是很棒？它已经超过我们一般对于这个私人健身会所的认知，因为它这边的建筑设计也是很牛的。我们把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法式古堡，还有乔治亚的风格一路带下来，从我们这边的火炉就可以看得出来，跟上面火炉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这是个双火炉的系统，蛮有这个建筑的巧思。而且你看上面这个吊顶啊，这个梁跟我们刚刚上面所看到的，是不是很像2只手紧紧的把你的财富给掌握住呢？这边还有个 jacuzzi。哦，不是 jacuzzi，sorry， 桑拿房。这个桑拿房里面听说可以容纳8个人，一起来看一看。豪宅的标配怎么能少了一个非常亮眼的酒窖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来，这一定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空间，这是我最期待的空间之一了。对，美酒、家人，对吧？少了家人，但美酒不能少，美酒就要2倍了，美酒2倍幸福，双倍幸福。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个酒窖的一个空间，一点都没有压抑感，整体的这个色调和这个它的一个排列都是非常接地气的。然后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跟它的架子的摆放的话，是可以让你至少在这个空间里面储存1000到1200瓶非常优质的红酒，而它完全是一个恒温控制的一个酒窖，你不用担心你放在里面你的佳酿会有任何的问题，完全的放心。这样讲起来的话，它里面的这个设计真的是比较有这个欧洲古堡，可能是这个建筑里面最有古堡风格的感觉，而且蛮可爱的。你看刚刚那个上面那些吊顶，它那个爪的形式，在这边又呈现了啊。而且你刚刚讲说这边恒温是控温吗？不是哦，它并不是控温，它是常年的一个恒温的一个状态。它应该是在我们建筑里面最中心的地方，对吧？是的。哦，所以这个进来还有点冷，你不要说。这样的线梯是我们在欧式建筑里面常常会看得到的一些建筑构件哦。那这边的话，我个人的一点癖好，其实是特别喜欢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带这个斜屋顶的空间，造成了很多不同的这种法式的浪漫。在上面可是不得了啊，它是2房1厅，而且是各自带厕所的一样的一个存在，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啊。
是不是有点欧式一样不太一样的浪漫？看这样子的吊顶，这样子一个斜的坡屋顶所营造出来的氛围，绝对是你在普通的豪宅里面看不到的一个存在。啊，看豪宅也是个体力活哦。那必须是，可是好大，就是说，你像我说的，这个是100万的价格，1000万的品质啊！你说这种房子你哪里去找？而且是在洛杉矶最好的 Diamond Bar 的 Country 社区，是不是？有没有喜欢？非常喜欢。那不知道荧幕前的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豪宅？如果喜欢的话，觉得我们节目还不错，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关注一波，关注起来，是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拜拜。